穿越成皇室最受宠的太子，皇帝为我精心挑选了4位世家小姐作为童养媳。前世问我想要娶谁时，我犹豫再三，选了清冷如月的柳如烟。可没想到成婚不到1年她就死了，于是我的太子妃位置空了一辈子。直到许多年后，我在江南偶遇本该死去多年的他，彼时他正与将军府大公子张小凡在桃花树下拥吻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早已有心上人，假死只为放弃一切和心上人厮守终生。后来刺客来袭，他却为救我而死。临死前他却说：太子殿下，我知道不该假死弃绝，可我心属小凡，如今用我这条命换他活，若有来生，你莫要选我。随着他气息的断绝，我也含泪闭上了眼。直到睁开眼时，皇帝的话却再次出现在了我的耳旁。霞儿，这4人中，你想选谁做太子妃？这是穿越到了选妃这天。看你天天跟在如烟身后跑，一定是选她了吧？朕这就下旨。不要！霞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死死攥着衣袖，前世种种在眼前闪过。柳如烟临死前那句别选我，像刀子一样狠狠扎在心上。儿臣不选柳如烟，我选这个。沈右楚，你和他不是从小就是死对头吗？小时候他把你最喜欢的毛笔扔在树上，还气得你追着他打了半个御花园呢。沈右楚，京城有名的文武双全大小姐，和我见面就掐。上辈子她终身未嫁，据说出游的时候死在了边关风雪中，我怎么就选了这个冤家？霞儿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儿臣就选他。前世我确实与沈右楚势同水火，可如今想来，那些打打闹闹的岁月，竟比与柳如烟相敬如宾的婚姻温暖100倍。或许这就是天意。既然重活一世，我偏要选那条从未走过的路。也罢，沈家小姐虽然性格古怪，但武功谋略皆是上乘。朕这就拟旨，10日后成婚。我看着手中的圣旨，脑中却浮现起前世。那时我满心欢喜地跑去告诉柳如烟，却只换来她淡淡一句：臣遵旨。太子选了谁？这还用问？我们这4位童养媳，最不可能成为太子妃的就是沈右楚。他俩要是成了亲，还不得把太子府拆了？太子妃肯定是如烟了。此时的沈右楚懒洋洋地靠在柱子上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而柳如烟一袭白衣站在廊下，眉目如画。前世我就是被她这副清冷仙女模样骗了终身。就在我准备宣读圣旨时，柳如烟却突然跪了下去。太子殿下，臣女已有心上人，还望太子成全。上辈子可没这出戏。我看着他隐忍又决绝的眼神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瞬间击中了我。莫非他也重生了？所以这一世，他连与我虚与委蛇1年都不愿，宁可抗旨，也要与那张小凡双宿双飞。你知道抗旨的后果吗？臣女愿放弃现在有的一切，自请流放，只求与心上人远走高飞。原来心痛到极致是会笑的。此刻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，好似下一秒就要碎裂开来。和我在一起就这么痛苦了？上辈子他让我苦了一生，这辈子连片刻都不愿忍耐。我看着跪在面前的柳如烟，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圣旨，一丝报复的心理油然而生。他上辈子让我孤独了那么久，我凭什么让他好过？至少也要让他痛苦煎熬10日。圣旨以下不容违抗。10日。什么？10日后本太子便会成亲，届时你们都到场候着。至于选了谁，本太子到时自会宣读圣旨，迎太子妃入府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却在拐角撞见了张小凡。太子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如烟只能是我的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下一秒张小凡竟当着我的面跪了下来，像只受惊的兔子般死命磕头。微臣冲撞太子，罪该万死。太子，小凡已经知错，何必如此蛇辱？柳如烟护在张小凡身前，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愤怒，好似真的是我做了什么大事。前世就是这样，每次相遇，他都要做足这副被人欺负的模样，仿佛自己是多么的凶神恶煞。可自己何时欺辱过他？柳如烟就这样当着我的面扶起了张小凡，可就在张小凡经过我时，却隐蔽地绊了一下。我失去平衡，向后栽去，后脑勺重重磕在石阶上。剧痛中，我听见一片混乱，模糊的视线里有人朝我奔来。奇怪，我竟看见沈右楚那个女人满脸焦急，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慌乱与爱意。一定是撞糊涂了吧？是谁送我回来的？
是沈家大小姐，她扶着您一路从御花园跑回来，吓得太医署的人都以为出了什么大事。沈右主他可说了什么？表情急切吗？沈小姐还是那副谁也不在乎的模样，把您往榻上一放，就说要南下游玩，还说什么反正选太子妃没有我的事，不如去江南游船。不过太子大婚那日，我定会回来送份大礼。我原本心口的寓意一扫而光，更是差点笑出了声。太子妃就是他，他送什么贺礼？接下来的几日，京城里传遍了柳如烟与张小凡的佳话。刘小姐今天又去上书府，听说亲自给张公子熬了雪梨羹。何止了，今早还有人看见刘小姐扶着崴脚的张公子走了一整条朱雀街。太子，您听听，柳小姐在光风霁月，那也是陛下给您选的童养媳，生来就是您的人。她这般大张旗鼓地贴着别人，不是打您的脸吗？我望着窗外缓缓飘落的桃花，忽然笑了。是啊，他可不就是在打我的脸。去把东厢房那个紫檀木箱拿来。这木箱里放的全是我搜罗的和柳如烟有关的东西。他随手提的诗，他不要的玉佩，甚至是用旧的狼毫笔，满满一箱子都是我卑微的心。被叫本太子要去江府一趟。就在我带着木箱来到江府时，却被管家告知柳如烟陪着张小凡去城郊省媒了。我让人把箱子抬进他的书房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却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。如烟，你最近对我这般好，若是太子知道了，该多生气啊！很快，柳如烟温柔的声音便传来：这几日我刻意让人宣扬我对你的好，就是希望太子能知难而退。可太子那么喜欢你，怎会放弃？即便他选了我，最后我也会想法子脱身。小凡，自那日宴会上见你一起剑舞，我便动了心，这辈子非你不嫁。剑舞那不是我跳的吗？那日我躲在屏风后为父皇贺寿，一袭白衣执剑而舞，偏偏柳如烟来迟了，难不成他竟把我认成了张小凡？我踉跄后退，却不小心碰倒了案几上的花瓶。柳如烟推门而入，见到是我，却是眉头微蹙。太子怎在此处？我看着他清冷如月的脸，忽然觉得他是如此可笑。上辈子他放弃一切去爱张小凡，可到头来竟连真正让他心动的是谁都分不清。或许我们当真有缘无分。自从上辈子他做出假死的事，我便和他再无可能了。我来还东西。我出嫁之日尚早，太子就这么迫不及待要把聘礼搬来了。太子妃之位，还望太子三思。我气得指尖发抖。上京城多少大家闺秀想嫁给我，到他这里倒成了避之不及的祸事。我几乎要脱口而出，我选的不是你。可张小凡突然哎呀一声跌坐在地。如烟，我脚违了。一句脚崴了，柳如烟便好似失了魂一般，带着张小凡往内室走去，连个眼神都没留给我，而我只能站在门外看着他小心翼翼地为张小凡上药。那般温柔是我上辈子求而不得的。柳如烟，你眼盲心瞎，连真正让你心动的人都认不出。既如此，你便该一生活在悔恨中。我缓缓闭眼，转身离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在太子府闭门不出，安心备婚，直到那天，侍女慌慌张张跑进来：太子，柳小姐求见。不见。话音刚落，房门却砰的一声被踹了开，柳如烟一身白衣染血闯了进来。下人，你为何要给小凡下毒？下毒？什么下毒？就因为我那日说心仪他，你便如此歹毒。跟我走。说完，他竟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强行将我拖到了张府。而入眼所见，张小凡躺在床上，嘴角不停溢血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太子，张公子中的是西域蛊毒，须以下毒之人的血为也，否则活不过3日。你还有何话说？小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唯一见过的外人就是你。我为何要给他下毒？因为你喜欢我，而我喜欢他。听见这话，我只觉得荒谬至极。而此时张小凡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吐出的血染红了被褥。再不服药就来不及了。听见这话的柳如烟竟是闭上了眼，而在睁开时，眸中只剩决绝。太子得罪了，给我按住他。他一声令下，几个家丁竟是不顾我太子的身份，将我按在了地上。柳如烟，我是太子，你们怎敢如此？别忘了你们是谁的人。家丁不敢违抗，死死钳制住我。放开我，不是我下的毒。我拼命挣扎，柳如烟却充耳不闻，抽出匕首，寒光一闪，刀刃划开手腕的瞬间，我疼得浑身发抖，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掉。柳如烟的手似乎颤了一下，但很快，她面无表情地接了一碗又一碗的血。你会后悔的。我疼得意识模糊，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。不会，只要能救小凡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黑暗吞噬意识前，我听见自己心死的声音。在醒来时，我已经回到了太子府。太子殿下，柳小姐太过分了。
你可是太子殿下。我低头看着缠满纱布的手腕，疼得钻心。柳如烟呐，他在外面自请鞭刑99鞭，向您请罪。可把您伤成这样，请罪又有何用？太子，算奴婢求您别喜欢他了。他为了张公子连命都不要，您何必？我闭上眼，轻声道：我早就不喜欢他了。话音未落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，我抬头便看见柳如烟浑身是血的站在门口边上，狰狞脸色却比纸还白。太子刚刚说什么？我刚要开口，柳如烟却又似不在意，先一步说道：事皆从权臣，已自行鞭刑。太子若有气，尽管冲臣来。他顿了顿，眼神微冷，但请太子莫要迁怒小凡，日后也别再对他下手。说完，他将鞭子双手奉上，仿佛在说：若还不解气，便亲自抽他。我看着那染血的鞭子，忽然笑了。你就那么爱他？是。柳如烟毫不犹豫：是他告诉你毒是我下的。柳如烟沉默片刻才道：此事与小凡无关。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。是。我指尖掐进掌心。所以在我与他之间，你信他不信我？是。3个是字，像3把刀，将我心底最后一丝希冀斩得粉碎。恰在此时，侍卫匆匆来报：张公子醒了，正哭着要见你。柳如烟神色一松，朝我拱手：臣告退。他转身离去，背影决绝。我望着他的方向，轻声道：错把榆木当珍珠。柳如烟，我等着你后悔的那一日。养伤期间，我闭门不出，直到春日宴的帖子送来，我才踏出太子府。宴席上，柳如烟带着张小凡也来了，虽未与张小凡同坐，却处处照拂。刘小姐待张公子当真体贴。可不是，听说前几日张公子中毒，刘小姐还亲自去太子府。议论声戛然而止，众人偷瞄着我，却见我充耳不闻，自顾自饮茶。光是赏花未免无趣。忽然有人提议：不如设个彩头，五位各展，才艺如何？立刻有人附和：有太子在此，谁敢班门弄斧？当年寿宴上一起剑舞，当真倾国倾城。啪！柳如烟手中的茶盏突然一颤，茶水溅出，她猛地抬头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惊诧。他也会剑舞？而张小凡脸色煞白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袖。我懒懒扫过他们。当年那场宴会，臣未能亲眼所见，不知今日可有幸瞻仰太子风姿。有人起哄，众人纷纷附和。在柳如烟震惊的目光中，我缓缓起身。好啊！刚要起舞，张小凡突然哎呀一声打翻茶盏，泼了自己一身。如烟陪我去换身衣服可好？柳如烟立刻起身。臣女失陪。他带着张小凡匆匆离席，直到我一曲舞毕也未归来。宴席散后，我独自站在湖边，参见太子。身后传来张小凡的声音。我回头见他这次竟未跪下磕头，不禁好笑。怎么不装可怜了？张小凡咬了咬唇，突然跪下。太子可是知道了什么？知道什么？我故作不解。臣有罪。张小凡重重磕头，让柳小姐错认臣罪该万死。他红着眼眶，声音哽咽。臣是上国公府庶子，自幼丧母，在主母手下苟活，日日过得苦，也从未奢求过什么。唯有柳小姐是臣唯一所求，求太子成全，莫要说出真相。普天之下，你要什么样的伴侣没有？求您将柳小姐让给臣。偏不让了。我冷冷地看着张小凡，他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眼神阴狠。那就别怪臣冒犯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张小凡便猛地伸手将我推入湖中，冰冷的湖水瞬间灌入口鼻。就在我意识逐渐涣散时，远处突然传来脚步声。救命！我拼尽全力呼喊。张小凡脸色一变，立刻跳入湖中。救命啊！太子落水了！我模糊的视线里看到柳如烟飞奔而来，毫不犹豫地游向张小凡，一把将他抱起。如烟！张小凡虚弱地靠在柳如烟怀里。别管我，快救太子，他金尊玉贵。柳如烟抱紧他，声音里满是心疼。什么金尊玉贵？你才是我的挚爱之人。湖水灌入肺腑，很快我就彻底失去意识。再次睁开眼时，青竹哭肿的眼睛映入眼帘。我强撑着坐起身，却发现青竹神色不对。怎么了？青竹抽噎着摇头。没什么，柳小姐方才来了。我皱起了眉，我不认为柳如烟会来看自己。果然，青竹泣不成声。柳小姐说，让太子别再使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屡次三番加害张公子了，这样只会让他更厌恶你。奴婢拼命的解释，太子绝不是这样的人，可他却只信张公子的话，说他不会撒谎。奴婢是为您不值啊。若是从前，我定会气得浑身发抖，可如今竟只剩下疲惫。我抬手擦掉青竹的眼泪。不哭了，很快我就和他再无干系了。青竹愣住。太子这是何意？
成婚那日，柳小姐不是就要入府了吗？我没有解释太子妃不是柳如烟，只是轻声道：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很快到了皇帝举办围猎的日子，皇室与王公大臣皆需出席。我下马车时，正看见柳如烟扶着张小凡出来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衬着他们宛如一对璧人。这一幕让我恍惚想起前世在柳南桃花树下，他们相拥而吻的画面。我别开眼，装作没看见。霞儿，皇帝朝我招手。围猎常有野兽出没，你金尊玉贵，须有人护着。他环视四周，那4位千金何在？柳如烟、韩冰清、阮明云，唯独不见沈右楚。右楚呢？陛下忘了右楚南下游玩去了吗？胡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去玩？不知道霞儿马上要成亲了吗？右楚在不在也无妨，反正太子不可能选他。怎么不可能？霞儿明明……父皇，我连忙打断他。该进猎场了。围猎开始，我被3位女子护在中间，张小凡偷偷跟在他们身后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韩冰清压低声音：你们有没有觉得陛下刚才脸色不太对，好像右楚必须在场似的？阮明韵点头：是啊，所有人都知道太子不会选右楚，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？有如烟在就行了。我沉默不语，没有告诉他们，这次我选的太子妃恰恰是沈右楚。柳如烟冷着脸：别说了。韩阮二人看了眼跟在后面的张小凡，顿时了然。如烟，我们都是选来伺候太子的，谁让你最优秀，太子喜欢你。唉，这没办法，你就忘了张公子吧。忘不了。我心脏猛地一滞，刚要开口，林中忽然传来破空声：有刺客保护陛下！数名黑衣人从林中冲出，韩阮二人立刻拔剑迎敌，柳如烟则护在我身前。可就在这时，张小凡突然尖叫一声：如烟姐！只见柳如烟毫不犹豫调转马头朝他奔去。柳如烟！我大喊，他没有回头，剑矢破空而来，我身边空无一人，眼看就要被射中，一柄长剑横空劈来，斩断剑矢。我抬头呼吸一滞，沈右楚他不知何时回来的，唇角挂着玩味的笑。抱紧我！我与他并肩靠在一起，和他一起挥剑杀敌，所向披靡。刺客越来越多，我们被逼到悬崖边。沈右楚回头看我，信我吗？我咬牙，信。那就好。说完，沈右楚一把牵住我的手，纵身跃下悬崖。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太子府的床榻上。沈右楚呢？我猛地坐起身，牵扯到伤口，疼得倒吸一口冷气。青竹连忙扶住我。太子放心，沈大小姐没事，只是受了点轻伤，回府养着了。没想到沈大小姐看着不靠谱，关键时刻这么靠谱，带着您跳崖时，全程都护着您，还知道崖底是湖水，摔不死人。我捧着茶盏，心绪复杂。这时，青竹又搬来一个大箱子，这是沈大小姐从柳南带回来的，说是随手买的，让您醒了看看。箱子里琳琅满目，苏绣的团扇，扬州的毛笔，甚至还有一包用油纸仔细包着的糕点，都是我喜欢的东西。我指尖微颤，拿起箱子里的书信，和前世一样，还是那句话，都是随手带的，不必太感动。嘴上说是随手带的，可样样都是我喜欢的。哪怕前世去了边疆，也会时不时托人带东西回来。虾仁想着前世收到的礼物，有时是一根鸟语，有时是一捧沙土，且每次都附上一张字条。在京城待久了，臣女带你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太子，柳小姐一直在外求见，您昏迷时奴婢给拒了，如今你醒了，可要见？他又来做什么？张公子从马上摔下来，伤势严重，太医说怕是撑不过今晚，柳小姐来求还魂丹救命。还魂丹，父皇赐我的保命之物，能活死人，肉白骨，天下仅此一颗。带我去见他。府门外，柳如烟一袭白裙站在石阶下，见我出来，她面色一变，快步上前，求太子赐药。我静静看着她。还魂丹我只有一颗，若给了他，往后我怎么办？日后臣女呵护太子周全，像围猎那日一样护着吗？我轻笑，柳如烟却脸色一白。那是意外，小凡落了单，臣女不能留他一人。还魂丹珍贵，我不能白给，3个要求，答应了就给你。太子请说。你跪在这里一夜。第二，我成亲那日，你必须到场，听我宣读圣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。第三，我还没想好，你先做到前2个再说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柳如烟生性高傲，从不向人低头，跪在这任由下人旁观整整一夜，是要生生折了他的傲骨。我笃定他宁可另寻他法，也不会跪。可身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，柳如烟竟直挺挺跪了下去。我心头一震，脚步顿住。他敬爱张小凡到如此地步，若有朝一日柳如烟知道自己错认了心动之人，该是何等可笑！
那夜下了大雪，柳如烟果真跪了一整晚。第二日清晨，我推开窗，看见她仍跪在雪地，肩头落满积雪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我将还魂丹丢给她，柳如烟伸手接住，声音沙哑：“多谢太子，成亲那日，臣你会等着您。”她顿了顿，低声道：“等着您接我。”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柳如烟竟以为我让她到场是为了娶她，可笑，我是想让她亲眼看着我娶别人。太子，张小凡救活了。柳如烟守了1天1夜，寸步不离。我听了后，心里尽在无波澜。哦，知道了。成亲前夜，窗外突然传来轻响，谁？一道白色身影翻窗而入，沈右楚手里拎着个油纸包，笑得玩味。新婚礼物，明日才大婚，你现在送什么？明日我不一定到。沈右楚耸耸肩，打算出去玩来着。我瞪他一眼，你敢？沈右楚忽然凑近，眼底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。虾仁，你就这么希望我看着你娶别人？我怔住，刚要开口，沈右楚却后退一步。只要你不怕我把大婚搅得天翻地覆，我就来。说完，他转身跃出窗外，消失在夜色中。我打开油纸包，呼吸一滞，竟是一包包好的松子仁。我从小最爱吃松子仁，因为柳如烟不喜松子气味，我便再也没碰过。原来沈右楚也知道我爱吃松子。大婚当日，万人空巷，城墙下百姓挤得水泄不通，议论纷纷。太子妃定是刘小姐无疑。是了，定然是她。全城谁不知道太子为刘小姐痴心多年，怎会选别人？皇帝携我登上城楼，万民朝拜。柳如烟、沈右楚、韩冰清、阮明云依次而立。城楼上，皇帝笑着展开圣旨，我却上前一步。父皇，让儿臣自己宣旨吧。我接过明皇卷轴，目光扫过台下众人，韩阮二人一脸坦然，张小凡红着眼，满脸恨意。柳如烟垂眸站着，看似平静，指尖却掐得发白。而沈右楚唇角噙着惯常的笑脸，眼里却藏着一丝莫名的情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展开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得沈右楚为太子妃，即日完婚，亲赐。全场死寂。柳如烟猛地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沈右楚的笑意僵在脸上，手中的折扇啪地掉在地上。我看着他呆住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。沈右楚接旨。不仅是沈右楚，所有人都震惊于这道圣旨。太子选择的人竟然不是柳如烟，而是他从小到大的死对头沈右楚。就连沈右楚自己也忍不住发问：太子，你确定没有在戏耍我吗？要是我接旨了，你事后又说只是玩笑，要如何？我笑了下，合上手中千金贵重的圣旨。绝不可能，我的太子妃就是你沈右楚，你难道要抗旨，不愿意嫁给我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或许是我第一次看到沈右楚如此激动的模样。他向来热衷自由，现在却郑重的以双手接过圣旨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确认上面的名字真的是他。而后他嘴边笑了起来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既然我是太子妃，太子，我就再也不会给你后悔的机会了。他说着就要牵起我的手，突然柳如烟猛地开口：怎么可能？太子妃应该是我才对，也是太子，不可拿这种事玩乐赌气，否则岂不是折了皇室的颜面？他一张脸铁青，直直地盯着我，好像笃定这是一场玩笑。我收敛起笑容，现在再看柳如烟那张谪仙似的脸，我已然再没有了曾经的心动。这不是玩笑，柳如烟，你说你有心上人，我便成全你，这还不好吗？闻言，张小凡立刻跪下磕了几个响头。多谢太子成全我与柳小姐。他脸上激动，没想到虾仁竟愿意将柳如烟拱手相让，而柳如烟却是面色复杂。从此以后，就再也没什么能阻止我娶如烟了。明明这个结果就是我想要的，可是为什么在听到虾仁要娶别人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会不好受？他盯着我冷哼了一声，哼，那就请太子不要后悔，日后再求着我嫁给你。看来他是笃定自己离不开他，可是我的心早就在他的冷漠中死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笑了下，你才是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。随后我看向沈右楚，走吧，太子妃，圣旨上所说的是即日完婚，我们需抓紧时间才是。沈右楚点点头，他弯腰，一手背在身后，一手虔诚地牵过我的手。放心，既然太子选了我，那我定然不会让太子失望，不会整天哭哭啼啼地守在闺房里。沈右楚一句玩笑惹得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。这就是我与沈右楚之间的相处，总是打打闹闹，可这时我却觉得还不错。而韩冰清和阮明运当了那么久的观众，手都要拍烂了。皇帝也频频点头，右楚也不错，身为女子，能文能武，是个能配得上太子的。今日是大喜之日，通知全国税收减去30%。众人纷纷下跪，
谢圣上恩典，我也转头一笑。沈右楚被接进了房中，顶上了红盖头。太子需亲手挑起太子妃的盖头，这门婚事才算成。青竹递上一柄翠绿欲滴的玉如意。太子请。我摇摇头，偏不按照常理来。我将折扇收起，以扇柄挑起了沈右楚的红盖头。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我看到了太子妃那张娇俏的脸。这一刻，沈右楚的心跳震鸣，他不由自主地扬起笑容，眼中像融化了一块面。我以前从未这么仔细地看过他，如今也被那眼神盯得不好意思，耳根红了一片。往后你便是我的太子妃了，沈右楚。夫君，春宵一夜值千金，咱们入洞房吧。一旁的柳如烟没看完婚礼就走了，她不知道她心中那股空虚是什么。明明前世我和虾仁成婚后，根本放不下小凡，就算是死也要跟他在一起。可如今得知虾仁选了沈右楚，不用再妨碍我和小凡在一起了。可为何心里反而觉得缺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？他回到了刘府，坐在石桌前。张小凡很快跟了上来，就坐在他的旁边，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。如烟，现在再也没有人阻止我们了，我们也该定下婚约了吧？看到自己心上人那番灿烂的表情，柳如烟勉强的笑了笑，安慰自己只是想多了而已。小凡说的对，改日你便去向我家提亲，以免日后太子又后悔缠着我不放。张小凡立刻惊喜的点头。只是一连几日过去，他都没有准备嫁妆。柳如烟一直认为我会回来找他，前世他在假死后，我的太子妃位置便一直空悬，直到最后也没舍得怪罪他。虾仁怎么可能真的娶了沈右楚？一定是气起我的，不出2日他肯定会回来。可他等了许久，只等来我和沈右楚一起南下共游的消息。柳如烟再也按耐不住，直接在我们临行前找了过去，冷着一张脸拦在我的面前。太子，还请三思。你现在如果走了，以后就算再要求我嫁给你，我也不可能会同意了。我觉得莫名其妙的。我明明都宣读过，也跟沈右楚完婚了，怎么柳如烟还觉得我是开玩笑？我皱起眉，刚想反驳，沈右楚就按住我，独自上前应对。柳小姐，你见到太子和太子妃为何不下跪？曾经你我都是太子的童养媳，家世也相当，自然没什么规矩。可如今我已成太子妃，柳小姐也跟太子再无关系，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规矩。沈右楚虽然是笑着的，但字字诛心，让柳如烟一张脸沉下来。此时阴沉着表情错过。沈右楚看向后面的我，若这是太子的意思，那我便跪。我不信，你真的舍得我跪？我叹了口气，自从跟沈右楚成婚了后，这人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天天促进可大，也不说南下了，也不说外出游玩了，天天待在府中陪着他，跟以前变了个人似的。不过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，我竟然适应的还好，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。沈右楚虽然为人难搞，但并不会做出任何让我难堪或者不高兴的事。就连平日里的斗嘴，现在也成了调情似的。现在也是，他那话就是故意说的。看着沈右楚挡在我面前的样子，我只觉得一阵甜蜜的无奈。沈右楚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她是我的妻子，也是太子妃，你确实该跪。沈右楚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她是我的妻子，也是太子妃，你确实该跪。我纵容了沈右楚的小脾气，结果柳如烟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，好似我说出了什么骇人惊闻的话似的。沈右楚得意地笑，一把折扇敲在手心中。跪吧，江小姐。柳如烟抿紧了唇。太子，玩笑也该有个度。我看过一眼，觉得无趣，明明我都随了他们的意。柳如烟怎么还巴巴凑上来给我找个痛快？这不是玩笑，我说得很清楚。柳如烟，以前我确实喜欢过你，但现在我已经娶了沈右楚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不应该再扯上关系。柳如烟一阵身体不自觉地颤抖，她的膝盖弯下去，跪在了地上，咬牙切齿地开口：“是我僭越了。我于3日后将与张公子定亲，到时还望太子赏脸。”说完，柳如烟一挥衣袖，起身就走。于是我决定把行程暂缓3日，看完热闹再走。结果又惹得沈右楚不高兴了，刚刚还好好牵着的手立刻就松开。太子真是好兴致，不会是打算去抢婚吧？我一愣，随即失笑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？只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走到哪一步而已。沈右楚的目光上下打量我，最后靠近半米，捏住我的耳垂。你可记好了，是你选我做太子妃的，要是无故抛了我可不会放过你的，夫君。他的手微微晃动，明明一点都不疼，可我还是被夫君这个亲密的称呼蒸得脸上一热。我嗔怪地扫了他一眼，这种词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好奇怪啊！沈右楚微微发笑，凑得更近了。那为了让你尽早适应自己的身份，我只好多叫几声了，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他压着嗓音，一句一句喊个不停。
让我的脸上更烫。我伸手想要把她推开，却被女人抓住，她的眼中藏了无限的深情，低声开口：“我们还未入洞房过。”我顿时明白了沈幼楚的意思。前几日完婚时，在众人面前自然只是走了流程，设了宴席，并没有做出任何亲密的事，就连交杯酒都被省下来了。现下沈幼楚一提，我便不禁犹豫：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一个小姑娘知不知羞？可惜沈幼楚向来是不听人说话了，她一笑，直接倒在我怀里。我低头笑着抱住她，往房中走，放下床帘。你等这一天多久了？沈幼楚红了眼眶，臣女已经等你20年了。另一边，柳如烟立刻就准备起了她成亲时要用的东西。她是世家小姐，嫁妆自然少不了。她故意准备的盛大，买下了全城所有的好东西，就为了让我知道自己对张小凡是一片真心。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得不到。相较之下，我和沈幼楚则惬意许多，整日睡醒了不是吃就是玩。直到第3日，柳如烟定亲的日子时，沈幼楚不知为什么格外的卖力讨好自己。我一度以为她要变成贤妻良母了，可半夜忽然听见了女人的低语：“虾仁，你一定要去看他与张小凡定亲吗？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，但还是诚实的点了点头。既然柳如烟开口邀请我，我自然要过去看看了。谁知沈幼楚搂着我的手更紧了。过了半晌，在我快睡着的时候，听到她一声无奈的闷笑：“你去了是不是就要反悔了？没事，这太子妃我当了几日也不过如此，到时还给他就是。”我原本迷茫的眼神慢慢清醒，再次想到前世时，在我娶了柳如烟，沈幼楚就去了边疆塞外，立了战功，被封为女大将军，终身未嫁，直至战死沙场。我在此时好像抓住了什么，忽然说：“沈幼楚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”身后的人没了动静，好似连呼吸都轻了。许久后，我才听到他的回答：“我说喜欢的话，你会放下柳如烟吗？”我莞尔一笑：“你喜欢人的方式就是一直欺负我。”啊！沈幼楚嘟囔着，有了几分小孩子的脾气。从小到大，你眼中都只有柳如烟。我要是不这样做的话，你哪能多看我一眼？我可跟你说过了，你要是敢与我和离的话，我就跟皇上告状。哼！我不禁发笑，其实说是欺负沈幼楚，从小到大对我都是挺好的。那些惹我生气的事，也都是在我对柳如烟那儿碰壁时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沈幼楚想对法子逗我开心。只可惜我在前世时从未发现过对方的心意，终生沉浸在柳如烟假死的悲痛中。如今知晓了真相，我忽然觉得和沈幼楚在一起也很不错。我现在已经放下柳如烟，我去看她提亲，甚至嫁给张小凡，也只是为了凑热闹。至于现在和你成婚，一开始确实是意外，我只是不想选柳如烟而胡乱挑了个人，没想到是你。但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，沈幼楚，我也喜欢你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足够震撼。沈幼楚从未想过有一天能从我的口中听见这种话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儿时第一次见到你，就无法自拔地喜欢上了你这个小太子。只是你的眼里只有柳如烟。为了夺得一点点关注，我只能另辟途径，用一些幼稚的小戏码让你看到我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也逐渐知道，你只喜欢柳如烟，太子妃只会是她，不会是我。所以我没打算过来的。我做不到亲眼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娶别人，但命运给我开了一个玩笑，让我误打误撞居然嫁给了你。甚至听到你说也喜欢我的话，我无比庆幸在那天我过来了。沈幼楚轻声地说着，虾仁认真地听着。我其实之前都想好了，只要你娶妻了，我就领命去边疆，随便混点功绩，一辈子不踏进京城，这样我就不会想你想的要命。以后你想起我时，还会记得我是一名不错的女将军。这番话让我一颤，幸好我们现在没有再错过。到了约定好的日子后，沈幼楚不再拦着我，反而乐意跟着我一起去看热闹。柳如烟准备充足，半个京城都是她的车队，上面拉满了她亲自挑选的嫁妆。就连张小凡也不敢相信，柳如烟竟然准备这么多的嫁妆。她虽然是将军府的少女，但也只是庶子，自幼亲生母亲就丧命，如今在继母的手下，她过得其实并不算好。柳如烟是她能攀上最高贵的一根枝桠。她惊喜地待在房内，偷听着继母和柳如烟的谈话。原本继母给她准备的聘礼不足嫡子的一半，但见到柳如烟的阵仗，临时又加了不少聘礼，甚至就连她父亲也对她另眼相看，不再像之前那样漠视。我们小凡啊，真是好运气，竟然能得刘小姐青睐。张父笑着说：“哪里，我跟小凡两情相悦，这是应该的。”柳如烟回应着。实际上满脑子都在想我能忍到什么时候。直至定亲的事宜谈完，刘府开始大办宴席，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柳如烟从轿子下来，一进门就看见了
我正在和柳父说着什么，柳如烟眼睛一亮，快步走过去。太子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嫁给张公子，你就算再想阻挠也不可能了。他下意识以为我是在跟他父亲商量如何取消婚约的事，不想我冷漠的回头。柳如烟，我只不过跟刘老叙叙旧罢了。刘府尴尬的点点头，还未说些什么，沈幼楚不知从哪处来挽住了我，笑得张扬。是啊，柳小姐，我和太子感情好得很呢，怎么会去阻拦你和张公子？今日我和太子已经送上了贺礼，庆祝柳小姐结婚的。柳如烟微微皱眉，但此时也不好发表什么情绪，只能压下眼中的不满，拱手退下去。很快两人就被接了进来，和我选太子妃急匆匆就结束不同。作为世家公子，他和张小凡会3叩9拜行成婚之礼，最后新郎把新娘送进洞房，婚礼才算结束。可不知为何，明明张小凡是他朝思夜想要嫁的人，可他的心神都放在我身上。我和沈幼楚一起坐在上座视野极佳的位置，却一次都没有正眼看过他。柳如烟强迫自己不去多想，按部就班和张小凡拜完天地，举办完婚礼。就在他们打算入洞房的时候，柳父突然说：“婉儿一直念叨着张公子，说当年张公子当时剑舞惊人，今日是我们刘府大喜之日，太子也就做上宾，不如张公子再舞一曲，给大家看一看如何？”柳父只是提议，但正巧让柳如烟回想起那日他匆匆一瞥，就被张小凡惊艳的回忆。若非那眼，他可能还不会喜欢上他。他的嘴角勾起笑容，目光柔和下来。小凡，我爹说的没错，今天是我们大喜之日，又来了这么多宾客，是该表演一番。当年我对你一有倾心，应该让大家都看看你的身姿。他以为张小凡会一口气同意，但不想他的脸上露出惊恐，就连张父和张母也皱起眉。不对啊，我们家小凡从来没学过剑舞，他只会做事，哪会那等细致的事？听闻此话，柳如烟脸上的笑意凝固下来。小凡，你从不会剑舞。张小凡不敢应答，支支吾吾地避开目光，但这种反应又有谁不知答案吧？就在柳如烟迷茫的时候，一声嘲讽的轻笑传来：“别为难张公子了，若是想看剑舞，我来就是了，算是庆祝你今日大婚吧。”柳如烟转头正对上我含有笑意的脸。幼楚，借你的剑一用。我缓步走上前，抽出沈幼楚随身携带的宝剑，一个剑花随手挽下来，便惹得众人惊叹。沈幼楚目光欣赏，柳如烟表情震惊，张小凡则脸上含有恨意，怨恨地瞪着我。但我不管那些目光，虽许久没有舞剑，但有剑在手，我的身体便先一步反应过来。行云流水之间，一套剑舞凌厉又漂亮，正如柳如烟当年匆匆一瞥时见到的一模一样。那个身姿正是缠绕在她梦中的身影，竟然是虾人。柳如烟看得失神，不自觉地上前，连张小凡拉住了她都没有注意到，怔怔地看着我，直到一舞毕，宾客掌声雷动，他都还在失神中喃喃自语：“怎么会是你？当年舞剑的人，怎么会是你？”我懒得解释，把剑还给了沈幼楚，重新坐回座位中。柳父更是惊喜的连连称赞：“好，多谢太子这一舞祝贺。如烟，你和小凡该入洞房了。”张小凡抓住柳如烟的胳膊，想要把她带走，可对方忽然震开，满脸都是悔意。是你，原来当年舞剑的人一直是你。我是张小凡，我一直被骗了。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现在我已经知道真相了。我去求皇上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忽然而来的变动惊讶了在场所有人，张小凡更是脸色发青，恨得咬牙切齿。虾人，今天是我成婚的日子，你为什么还要出现？他顾不上别人的目光，一把抱住柳如烟，想要她回心转意。如烟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我虽然骗了你，但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只是想要和你在一起而已。他红了眼眶，就如平时那样，可柳如烟心里再也没有爱意和怜惜。你这张脸现在让我感到恶心。一想到竟然被骗了这么久，他的心中就起了一股无名火，手一挥，张小凡就被推倒到了地上，他的脸上只剩下厌恶。你既然骗了我那么久，真是让我恶心。如果不是你一直欺瞒我，我怎么可能会错过太子？没错，他想明白了，他的心里是喜欢虾人的，但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都被张小凡给骗了。没想到吧，柳如烟前世才和我成婚1年，张小凡就次次勾引他，甚至卖惨同他诉说继母对他不好，要他带他私奔南下去过2人世界，他这才鬼迷心窍，抛下了我。今生更是一直欺瞒，假装是自己的心上人。若非不是你勾引我，太子怎么可能会和沈幼楚在一起？他应该跟我成婚才对。现场大乱，没想到突然闹出了这么一出戏。张家面色不悦，柳父也勃然大怒，猛地站起来：“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太子妃是圣上钦点，你也和张公子定下了婚期，怎可当成儿戏般胡言？你现在立刻为冒犯太子道歉，然后跟张公子入洞房。”可猛然醒悟的柳如烟根本不听他的话，他甩下张小凡，走到我的面前，满脸带着期待。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你只是生气而已，你不用跟沈幼楚在一起来气我，我原谅你了。我们一起向圣上请命，他肯定会同意我们的婚事的。这已经不是柳如烟第一次让我认错了，从前他为了张小凡做过那么多伤害我的事，却倒打一耙，还次次让我道歉。
我觉得好笑，原来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是如此简单。我笑着说。你凭什么觉得圣旨可以更改？再者而言，幼主就是我自己选的娘子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。柳如烟一愣，不敢置信我所说的话。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了？前世你爱我，爱到愿意空着太子妃位置一辈子，今生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，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了？柳如烟着急的想再说几句，但沈幼楚挡在了我的面前，脸上还是那样让他讨厌的笑容。柳小姐，你没听见太子说了什么吗？他现在是我的夫君，还望柳小姐自重。沈幼楚自小习武，手上的力气不是柳如烟一介闺中小姐能够比得过的，加上刘府的压迫，柳如烟再怎么着急，也只能先跟张小凡进了洞房。曾经两人眉目传情，前世更是背着我和张小凡偷欢，假死后他们私奔，一路南下，重新举行了婚礼。柳如烟重生后，也经常回忆起那些日子。可如今真的和他光明正大的举行了婚礼后，他反而心神不安，满脑子都是我的身影。曾经没见过面貌的那道舞剑的身姿，也在今日被安上我的脸。他这才发现，原来一切都那么合适。他要回去再找我，他不信我能这么快就放下他。就在柳如烟打算冲出门时，张小凡死死地抱住他，说什么都不放他走。如烟，我知道你现在讨厌我，可是今日是我们的大喜之日。如果你这时候去找太子，那我岂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？如烟，我求求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张小凡眼眶湿润，一副可怜的模样，让柳如烟既是嫌恶，又无法避免的想到前世。张小凡一次次骗他，让他一次次伤害下人。见他不说话也没拒绝，张小凡便知道柳如烟的心里还有自己，他大胆的凑过去。如烟娘子，等今夜过了，你再去找太子好不好？求你不要抛下我。女人的眼神微动，似乎被这旖旎的氛围打动了。她沉吟一声，就这一次，我明天就会去找太子问清楚，以后不管是和离还是怎样，你都不得有任何怨言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小凡忍不住开口：如烟，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不好吗？虽然我骗了你，但你喜欢的话，日后我可以学给你看呀。如烟，你难道喜欢的只是那个舞剑的人，而不是我吗？温柔的声线让柳如烟浑身一僵，她毫不留情地起身。我喜欢的人绝对不会是你这样满口谎言的人，我说过只昨晚一次，我今天就会去找太子问清楚。说完，他直接离开，独留张小凡一个人在府里，眼中弥漫起怨恨的神情。当柳如烟赶到太子府的时候，已经见不到我和沈幼楚，里面只剩下看家的青竹。原来昨天看完热闹，两人就立刻启程南下去游玩，连一秒都没有把柳如烟放在心上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柳如烟的眉皱起，连忙追问他们去了南下哪里，结果却得来青竹的鄙视。柳小姐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先前我们太子对你好的时候，你不领情，现在太子已经成婚了，你又贴上来，难道柳小姐的爱好就是有妇之夫吗？青竹早就受够了柳如烟这副虚伪的模样，以前仗着太子喜爱，做出不知道多少伤害太子的事，她这个丫鬟看了都要心疼死。结果柳如烟心里还只有张小凡，现在太子有了沈大小姐，柳如烟又追上来，真是让人作呕。柳如烟好看的脸沉下几分，不太满意青竹的语气。先前太子也有许多过错，他一直针对小凡，我会疏远他也是正常的。现在我已明白，太子就是我的梦中人，自然能够原谅他曾经诸多错事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好像被他原谅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让青竹更加看不起他。我都说过无数遍了，我们家太子怎么可能做出陷害张公子的事？柳小姐，你一意孤行，不相信太子。既然这样，不如你自己查清楚那些事好吗？还有，太子猜到你会找上门来，这是他留给你的信，我就不留柳小姐做客了。青竹把信封一扔就关上大门，让柳如烟差点被撞到鼻子，但他来不及计较青竹的不敬之处，而是赶紧拿起我留给他的信，眼中露出几分希望。虾仁，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，这一切都是你欲擒故纵的小手段而已。可当他信心满满的拆开信封，结果入眼的却是让他难以置信的内容。柳如烟，前世我对你一片真心，愿为你空留太子妃之位一生，结果你却不惜假死逃离，和张小凡共度一生。重来一世，我这次遵从了你的意愿，没有再选你，也没有再爱你。你向我要还魂丹时还欠我一件事，现在我想好了，那就是希望我们从此别过。这几行字轻飘飘地被写下来，从笔记中就能看出主人下笔时的敷衍，可现在却犹如有千斤重一般压在他的心上。他也重生了，怪不得这次没有再选我，怪不得他和沈幼楚在一起，怪不得虾仁能眼睁睁看着我嫁给了张小凡。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早在前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被自己伤透了心。他颤抖着后退两步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感觉浑身的血液好似都凝固。他沉默着回去找到了那时说张小凡中毒的郎中，在逼问下得知了当时中毒一事是假的，是张小凡给他塞了银子。落水之日，他打听到远处有一处小厮见到了全城，是张小凡把虾仁推下去的。狩猎场上更是张小凡自己安排的刺客，故意要刺杀虾仁。他调查的越多，脸色就越苍白。他想起从第一次开始，我就跟他说过，我不可能做这些事。可当时他的心里只有张小凡，
觉得我所说的都是谎言，都是为了得到他不择手段而已。后来再发生这类的事，我就懒得再解释。现在想来，他是不是早就让我对他死心了？柳如烟浑浑噩噩，仿佛被抽走了灵魂。他回到刘府，张小凡在院子里笨拙地练习舞剑，一见到他回来，便迫不及待地扑上去。如烟，我就知道你是不会不要我的，以后不要再想着太子了，我们好好在一起好不好？听到那熟悉的嗓音，柳如烟只觉得愤怒，她猛地抬手抽过去一巴掌，眼中不复曾经的宠溺，她的语气冷得像冰，恨不得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张小凡，你竟敢骗我！你之前根本没有中毒，就连落水也是你推太子下去的。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人，你根本不配做我的丈夫。张小凡被这一巴掌扇得摔在地上，他脸色惨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柳如烟出去一趟，竟然就知道了之前这些事，而且还这么生气。但他下意识地解释：不是，那些都是真的。如烟，你不是找过郎中了吗？我是真的中毒了。落水的事也是想要去救太子，我根本没有推他。他说着，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就像之前千百次那样可怜兮兮的讨好如烟。你不相信我吗？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？可这次面对他的眼泪，柳如烟只觉得荒唐。他竟然一次一次相信他，只因为张小凡一句话就把我伤得遍体鳞伤。他冷笑一声，哼，张小凡，我真是没看出来，你这么厉害，把我耍得团团转，我怎么可能失去太子？他越说越激动，眼神中仿佛淬了毒，狠狠地盯着张小凡。男人被那阴冷的视线看得害怕，但一提到我，他就生了许多委屈和憎恨，咬牙切齿地回复：你喜欢的难道不是我吗？柳如烟，下人是太子，我只是将军府一个不受待见的庶子，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怎么能站到你身边？柳如烟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柳如烟抬手扇过去，面若冰霜，看不到一点动容。在张小凡惊讶的视线下，他冷冷地开口：如果不是你从一开始就骗了我，说那日舞剑的是你，我根本不可能会喜欢你。你又哪点能比得上太子？你从头彻尾就是一个骗子，我今日就要与你和离。他说着就要回房去拿纸笔。京城就这么大，昨日成婚时闹出的笑话还没解决，现在要是短短一天就和离了，那我以后就真的没脸出门了。更别提我在家里的待遇本来就不好，若是被继母知晓这种事……张小凡打了个寒战，立刻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去阻止柳如烟。我们才超婚一日，要是现在与你和离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好过的。如烟，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。你想去找太子，我也不会阻拦。柳如烟，我只求你给我留一条路好不好？他哭得稀里哗啦，眼睛上全是湿润的泪珠。他一开始想要攀上柳如烟这门亲事，就是为了逃离继母和已经不爱他的父亲。要是与他和离了，他就只能再回去将军府了。到那时还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折辱。可柳如烟心意已决，她一刻都等不了，打算与张小凡和离后立刻就南下，一个城一个城去找我。他要向我道歉，让我看见他的诚意，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他都要把我追回来。他的手没停，眼看休书就要写完，张小凡紧紧咬住嘴唇。如烟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只有以死明志啊！我就算撞死在这里，也不会跟你分开的。他说着，竟真的一头撞上柱子，血液立刻喷涌出来。张小凡的身子一下就软了下去，倒在了血泊中。他的动静让柳如烟的手一抖，写歪了最后一个字。他不敢置信地抬头，张小凡已经闭上眼。家里的下人发出一声尖叫：孔自装猪脸！这纸休书终究是没生效。张小凡是他的夫君，才来了一天，要是就传出这样的丑闻，对他们柳家来说和天塌了也无异。所以刘府得到消息后，命令柳如烟必须留在家里陪着张小凡，直到他好起来。就算想要和离，也必须等到风声过去，不能坏了柳家的名声。柳如烟就算再不愿、再心急，也不能反抗刘府。柳府里请了好几个郎中接连给张小凡看着。庆幸的是，虽然出了不少血，但张小凡本人没什么大事，好好休息就能养好。不过3日，张小凡就醒了过来，床边是面无表情的柳如烟。他虚弱一笑：娘子，辛苦你照顾我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他以为柳如烟已经消气了，就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。可女人一双眼漠然地看了过来。等你好了，我就会去将军府说清楚，和离一事我柳如烟会负责。闻言，张小凡愣了下，明白了柳如烟这是执意要离开他。他咬住下唇，眼眶发红。如烟，难道我就真的一分都比不上虾仁吗？明明我们前世那么快乐，为何今生你就变了？柳如烟一惊，随即明白，她也想起了前世的事。但很快她的表情就重新平静，讽刺地笑着：我和太子成婚1年，琴瑟和弦，是你主动过来找我，让我假死跟你一起私奔。若非如此，我应该和太子白头到老才对。
张小凡不甘心，经过撞柱仪式，他想起前世没有我的干预，他和柳如烟过了半生，幸福无比。结果回顾今生，虽然他们终于如愿光明正大成婚，但不过1日，柳如烟就闹着要和离，一颗心都扑到了我身上去。这样的差距让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？柳如烟，你扪心自问，你难道喜欢的只是舞剑的那个人？若那个人不是我，不是虾仁，是其他的人，你难道也要喜欢吗？我们前世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是爱我的啊，对不对？他故意放低了自己的姿态，因为在前世，柳如烟最喜欢他温柔小意的模样，但他忘了此时今非昔比，前世的柳如烟已经得到过明月，自然不会再珍惜，而今生的柳如烟则被明月抛弃，当然会想要揽月入怀。他垂下眼，脑子里全都是我的一颦一笑，我每次都拿着贵重的东西送给他，永远不知疲倦地跟在他的身后，就像一条可爱的小尾巴。他怎么能不喜欢我？怎么能为了一个张小凡就放弃我？他的嘴角勾起怀念的笑，在张小凡的眼前回应了他的问题。我喜欢的人一直是太子，只不过是你用了卑劣的手段骗了我。张小凡听到这种话，再也装不出柔情，他紧紧抓住身下的床单，眼神怨恨。你说我骗你，但前世我骗你什么了？除了舞剑一事之外，我有骗过你一次吗？是你自己觉得虾仁无趣，想要追求刺激，才同意和我私奔。假死也是你自己一手策划。至于今生我所做的那些事，不，也是你自己不相信虾仁。你说我骗你，可我做的那些也都是你纵容的，是你自己不在乎他，你只是觉得前世跟我过得清贫，这次想要享受太子妃的荣华富贵吧。柳如烟眼神一凛，立刻扇了一巴掌过去。张小凡的伤还没好，现在又被打了，嘴角渗出了血。可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挽回柳如烟，干脆捂着脸笑出了眼泪，尖声地质问他：柳如烟，你自己怎么想的？你比谁都清楚。女人眼神晦暗不明，前世她固然和张小凡过了和谐的诞生，但由于是假死脱身，她失去了柳家大小姐的身份，银两也很快就挥霍光。她作为柳家的嫡女，本该一辈子不愁吃喝，可在前世却要去抄书做女工赚钱补贴家用。张小凡虽然也接活，但生活水平还是大大下降，他们成了芸芸众生的一员，这和柳如烟所想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。她怎么可以那么平庸地度过一生？但假死的事已经过了那么久，她想要回去的话，就是欺君之罪。她只能和张小凡继续在一起，一直到暮年，她终于偶遇太子，得到了机会。回想起曾经作为柳家嫡女的生活，她顾不上被认出来的风险，毅然上去给虾仁挡住了刺客。若活下来，虾仁定然舍不得怪罪他；若死了，那也好，终于能够脱离这种平民的生活。可命运却给了她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她欣喜不已，决定以嫡女的身份先嫁给了张小凡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过清苦的日子。可是在知道我因为他受过那么多苦，张小凡又骗了他自己当年的心动之人一直是我后，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抑制不住，他握紧了拳头，阴沉着表情没有回答张小凡的话，摔门离去。他命人停了张小凡的药，停了吃食，连丫鬟也全都散去。既然他现在不肯离开刘府，那他自然会用其他的手段逼张小凡离开。这样的情况维持到第3日，没人换药，张小凡原本不严重的伤口恶化，也没人送来吃食，他饿着肚子，只能自己下床找东西补腹。但他越病越严重，那些粗茶淡饭跟不上营养，没几日就直接昏倒在地上。张小凡醒来时发现自己还躺在地上，房间内漆黑一片，身上冷得要命。他知道柳如烟这是铁了心要赶走自己，继续留在这里的话，哪怕他死了，他也不会看一眼。柳如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明明做错的人根本不是我，如果不是虾仁的话，如果不是柳如烟的话。他趴在地上流下了眼泪，手指紧紧地攥着，指甲都嵌进了掌心里。半晌后，他哑着嗓子开门说：柳如烟，我同意和离了。而柳如烟像是一直在等着他似的，他才说出这句话没多久，他就带着人过来。张小凡充满恨意地一直盯着他，但柳如烟丝毫不惧，甩下一张早已写好的和离书。原本我应该直接把你赶出去，但念在前世情分，你在和离书上按个手印吧。张小凡一言不发，冷笑了一声。他如今根本没有反悔的机会，几个侍从直接抓住他的手，沾了印泥，用力地按在和离书上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便彻底和柳如烟没有关系了。他会回到张家，继续承受继母的折磨，忍受哥哥的差事，而未来估计也不会有哪家的小姐愿意再嫁给他，就算有，也对他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。我不敢信，凭什么重生回来，却丢了一切？张小凡的身体在颤抖，但是柳如烟却看都不看他一眼。有了这封和离书，我就能去找我的虾仁哥哥了。这一次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
我都一定不会让虾仁哥哥再伤心。带着美好的祈愿，柳如烟等不及就要出门，但张小凡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块茶杯的碎片，直直往他刺过去，眼中是疯狂的神色。柳如烟，去死吧！柳如烟的小腹一痛，眼眸狠厉，抓住张小凡的手往外一推，血液立刻喷出来。他用手捂住伤口，面色苍白的喘着气。海郎中，还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他说完话便支撑不住的晕了过去。等到柳如烟再睁开眼，已经过了数日。郎中见他醒了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刘小姐，幸好张公子当日没多少力气，伤口不深，否则真的是神仙难救了。不过您还需要静养才能彻底好清。他一动就察觉到小腹的痛苦，柳如烟面露痛苦，紧紧按住自己的腹部。太子回府了没？郎中愣了一下，太子据说是今日回府。刘小姐，您现不宜下床啊！一听到我已经回来的消息，柳如烟顾不上伤口，挣扎着要起来。她穿上衣服，挥开郎中阻止的手，跌跌撞撞地跑到城口。我和沈右楚一共去了1月有余，但两人的关系明显不一样了。先前我们之间好似还有一层隔阂，现在回来我们有说有笑，好不快活。我甚至亲昵地给沈右处理了耳边的发，让对方羞红了脸。柳如烟看着这一幕，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曾几何时，我和你也是如此亲密，要不是张小凡从中作梗，怎么可能轮到沈右楚？太子回府，后面跟着好几匹马，拉着从南下搜寻来的宝物。旁边的人在窃窃私语：沈大小姐对我们太子是真的好啊！据说那些东西都是沈大小姐买来送给太子。之前不知谁还说太子最不可能选的太子妃就是沈大小姐，我看都是谣言。明明沈大小姐和太子最为般配。是了，听说咱们沈小姐不久后就要领兵打仗了，到时候就不是太子妃，而是女将军了。这个身份才配得上太子。马车越来越近，身边的议论声也越来越大，全是对沈右楚和我在一起的赞美。这些词让柳如烟极度不平衡，她死死盯着共同回府的我们，可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。一直到马车回了府，柳如烟才匆匆赶往太子府。一进门却看到我俩吻在了一起，柳如烟怒喝一声：沈右楚，你在做什么？似乎是没想到他还会找上门，我们皆震惊了一下。哎呀，怎么被旁人看到了？沈右楚慵懒笑着，还继续抱紧了我。看不见吗？我在和我夫君亲密，柳小姐就别杵在这儿，出去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。柳如烟一张脸不知是气得发红还是如何，她笔直走过来，看向我的眼神中全是悔意。虾仁哥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和张小凡和离了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这次我们白头到老，这一世我再也不会负你了。这话听得沈右楚火大。喂，我还在这儿呢。柳如烟，你就敢当着我的面挖起墙角了？沈右楚没听出其中的深意，我倒是听出来了，但我早就说过，对柳如烟我已经不喜欢了。我毫无波澜地摇摇头。我以为给你的信中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不喜欢你，希望你也不要再来找我。可柳如烟听不进去这种话，一见到我，她的后悔就如潮水一般涌了上来。她神色悲戚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太子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，都是因为张小凡，我们才会一直错过。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柳如烟极为高傲，她只为了给张小凡求药时跪过一次，如今第二次又是跪在我的面前，求我原谅她。可是再不爱的人眼中，即便柳如烟再跪一整夜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所有的情分都已经结束，可你现在这副纠缠的模样，只会让我觉得可笑又恶心。当初信誓旦旦说不会后悔，如今才过去短短1月，就已和张小凡和离，求到自己的面前来。右主，你先回房，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他说。柳如烟眼睛一亮，沈右楚倒是爽快的走了。没有了外人，我也终于不用藏着掖着，看向还跪着的人，不客气的抬手甩了一巴掌过去。一巴掌重重扇在脸上，立刻就肿了起来，但柳如烟丝毫不生气。太子，你要觉得解气，你就打我吧，骂我也可以。我知道是我做错了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想怎样都可以。他以为这是我心软的意思，殊不知我冷笑一声，就抽出帕子擦了擦自己的手。这一巴掌是还给你的，我现在更看不起你了，柳如烟。如果你真能一心一意对待张小凡，或许我还会觉得你真心喜欢他，才不惜那样伤害我。但现在你口口声声说你错了，又把全部原因推给张小凡，柳如烟，你真是让我恶心。你说都是因为他，我们才会错过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你自己心智不坚，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你对待张小凡都只是想要追求自己而已。你喜欢的不是他，也不是我，只是你自以为是的高傲而已。你以为你道歉，我就会原谅你，但你所做的一切早晚都会得到报应。那一巴掌没能扇醒柳如烟，可是我说的话
却扎在了他的心上。正如之前张小凡对他的质问，让他无力反驳，他只能不断的摇头，惨白着脸色否认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张小凡说他才是那日舞剑的人，都怪他，不然我怎么可能对你疏离？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我的心上人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不和你成婚？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愿意用一生去补偿你。你根本不爱沈幼楚，你们从小就不合适，不要为了一个不爱的人搭上自己的一生好不好？他觉得只要我和沈幼楚和离了，那么自己肯定就还有机会，但我毫无动容，看他的视线充满了怜悯和可笑。谁说我不爱幼楚的？我爱他，柳如烟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不会和沈幼楚和离，我会和他永远在一起。轰的一声，他的脑子仿佛被什么击中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爱上沈幼楚？你们前世根本没有任何交集，今世也不过是因为你随手一选，沈幼楚才成了太子妃，如今才过去1月余，你怎么可能就爱上沈幼楚了？他不敢相信，突然提高了音量。可是他很快就要领兵打仗去了，他会丢下你，他会像前世那样牺牲，你难道也要为沈幼楚一辈子不娶妻吗？为何不可？我平静地问他。前世我爱你，愿意为你空出太子妃的位置，现在我爱的人是幼楚，倘若他真的战死沙场，那么我也会为他终生不再娶妻。柳如烟完全没料到我会这样说，她喃喃摇着头，眼中流下了泪水。她不敢想，曾几何时，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为他守了一辈子，结果却在最后得知自己根本没死，而是不惜抛下一切离开他跟张小凡在一起。如今他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忍不住痛哭起来。我们真的没机会了吗？我点头，表情冷漠。柳如烟，我们早就没机会了。听到此话，柳如烟觉得自己的心疼痛无比，她正准备站起来，一直紧闭的房门突然打开，沈幼楚飞奔着跑出来抱住了我，眼睛也是红红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才不会战死沙场，留你一个人，我会平安归来，然后永远陪着你。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笑脸，柳如烟晃了神，胸腔中满是酸涩的痛。沈幼楚也暗暗嘀咕：要是我真的战死，你守个几年就好了，以后真遇到合适的人，你就娶她。我用手指抵住他的嘴唇，除了你，我不会再找其他人。沈幼楚不说话了，他的耳朵发烫，把我紧紧地抱住。他们宛若都忘了旁边还有一个人。柳如烟苦笑不已，他没有打扰的想法，打算默默离开这里，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一根剑擦着他的脸颊飞过去，剑矢的位置正对着我。这一刻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来不及多想，他整个人直接扑上去撞开沈幼楚，挡在我的身前。下一秒，不止一根的剑矢飞速射来，尽数射进了我。柳如烟重重吐出一口血，一切都发生在分秒钟。我没有反应过来，眼睁睁看着柳如烟倒在自己面前，紧接着下一波的暗箭又冲我来。沈幼楚抽出长剑打下攻击，直到惊醒的部位。这场刺杀到了可期的时间。沈幼楚回到我的身边保护着，伸手探查柳如烟的伤势，随即露出不忍的表情。剑上有毒，已经发作了。他没说错，为了刺杀太子，每支箭上都抹了毒药，只要擦破一点都足以致命。而柳如烟中了整整18支箭，五脏六腑皆破碎感染，连一炷香的时间都活不到。我脸上还有血，愣愣地看着。柳如烟倒是笑着。你把还魂丹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说以后我会护你周全。我又救了你一次，太子殿下，如果还有来生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伤。他伸手想要触碰我，但抬起到一半就无力地柳如烟，沈幼楚牵住我的手。夫君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一定能查出来的。我茫然的点头，看着已经断气的人，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好像下一秒我就会回到前世。白发苍苍，柳如烟倒在我的怀里那个场景，那个时候没有沈幼楚，没有青竹，没有任何相识的人，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世界，不喜欢的故事。我在府里休息了好几日，一直闷闷不乐。与此同时，沈幼楚也终于抓到了凶手，竟然是张小凡买凶要我的命。他没想到他只是想要除掉我，但柳如烟回心转意，竟然会误打误撞直接杀死了他想要依靠的人。沈幼楚不放心我，这几天始终都陪我一起。延后了出征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。明明柳如烟和前世一样的死法，只是碰巧我们的命运已经改变了，不可能这次死了后再重生一遍。但只要想到这个可能，我就忍不住打颤。我不想再和沈幼楚分开，再重新经历一遍那些痛苦的往事，更不想沈幼楚和前世一样死在沙场上。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，我现在已经离不开沈幼楚了。我坐在桌前，面前的窗突然被敲了敲。看你闷闷不乐的，是不是想吃松子仁了？我给你剥了，吃吧，小太子。他递出油纸包，让我差点掉了眼泪。这一世，我才体会到温情。要是幼楚真的死在边疆怎么办？怎么了呀？感动成这样，那我天天包给你好不好？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闷闷的开口：你几日去边疆？大抵5日后，不能再拖了。我的心一下子就起来，
只有5日的时间，沈右楚就要走了。我赶忙问：那几日回来？女人一笑，也知道他在担心什么。如果顺利，3个月即可；如果不顺利，打仗有所伤亡，是人之常情。谁也没必要说得太明白。我咬紧了嘴唇，下定了决心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我是太子，应当随行，鼓舞军心。闻言，沈右楚彻底笑出了声，把我笑得一恼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就算死，我也跟你一起死。沈大小姐的眉眼柔和下来，她搂住我：你在家等我好不好？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会回来的。5日后，沈右楚领命出征，他给我包了一大包松子，说1天吃1颗的话，吃完的时候他就回来了。我忍不住笑骂：那样的话早就坏了。那我一定会在松子人坏了之前回来。我点点头，注视着沈右楚慢慢远去的身影。之后大抵过了1、2月，到了张小凡处死的日子，衙门传来消息，说他在死前想要见我一面。来到朝氏阴森的牢里，一段时间没见张小凡，我没想到他现在竟然变成了这样。曾经的将军府2少爷，如今头发凌乱，浑身脏污，好似遭到了不少欺负，人也是疯疯傻傻的。衙役跟我解释，前段时间张公子就疯了，今天突然恢复了点精神，吵着要见您。我点点头，走了过去，隔着牢门喊他：张小凡，事到如今，你见我还有什么事吗？张小凡刚才还不清不醒啊，立刻就清明了。他似乎猛然之间想起了很多事，一下子扑到大牢前，目光仇恨怨毒。都是因为你才把我害成这样。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明明我跟如烟前世那么幸福，都是你要过来插一脚，否则我现在怎么可能沦落成这样？6如烟2次都为你死了，你是太子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我抢柳如烟？我只有他一个人呢。他说着说着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真要说起来，张小凡的过往确实比我要惨多了。自幼丧母后，成了无人在意的庶子，一直被打压。唯一欣赏他的人还是太子的童养媳。可是他有很多种选择，而不是选择害人这一种。出生并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，可是未来可以。我并不觉得他可怜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的。我听完他的话，没有给予任何回应，便离开了。第2天午时，张小凡也死了。我开始数着日子，等沈右楚回来。那些松子人在第1天就都被我吃完，吃的嘴巴上火。可这是沈右楚亲手给我包的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放到坏掉呢？到了第3月，沈右楚没回来，边疆传来消息，说是匈奴在誓死抵抗。到了第4月，沈右楚没回来，边疆也没有消息传来。我去找过父皇，见他脸色不是很好。到了第6月，春天快要过去，我想幸好没有听沈右楚的话，把那些松子人留着，否则都要在桌子上放着发芽了。我日日开着窗户，等着有消息传来，可都没有任何一丝捷报。我想起了前世，觉得自己当初就应该坚定一些，随军出行，这样哪怕死了也能死在一起。我趴在桌子上，偷偷的流了眼泪，不知不觉睡过去。等到天明，我缓缓睡醒，下意识想要活动一下身体，却发现自己不是在冰冷的椅子上，而是在一个人的怀中。我的眼眶顿时发红，猛地回头，终于见到了那张朝思夜想的脸。醒了，可真能睡。我给你包了1夜的松子仁，你正好能吃了。沈右楚笑着，前世的阴影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。我顾不上规矩，紧紧地抱住对方。你回来了，右楚。沈右楚那双细长的胳膊将我揽住，是久违的温暖。女人一如当年。我回来了，太子殿下。